三星 S25 Ultra、iPhone 16 Pro Max， 这次就来看看它俩的对比。本期看点如下，推荐大家重点去看哦。那之前的摄影环节呢，就是我自己拿着手机去瞎拍些照片，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拿起了摄影设备，把自己拍摄的好看的照片都上传到了视频回复中，那这点真的是太让人高兴了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！尤其是加关注，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、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，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。本期摄影环节依旧精选了网友上传的优秀摄影作品，希望大家也能像这些朋友一样多出去走走，拍摄好看的照片。看完前面的照片，不要只琢磨是什么设备拍的啊，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。那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设备的表现吧。三星的后摄是4颗镜头，主摄超广角，3倍的中焦，5倍的长焦。苹果是3颗镜头，主摄超广角，它没有中焦啊，是有一颗5倍的长焦镜头的。所有的镜头它们都是定焦镜头，没有光学变焦，没有光变。三星的拍摄界面这里就不细说了啊，前2期节目都已经说过了。总之，比前几代产品呢，在拍摄界面中多了一些变焦按钮。苹果的拍摄界面还是老样子啊，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新一代三星跟苹果的旗舰在影像硬件上的选择呢，可以说有点摆烂啊。他们肯定是可以选择更好的硬件的，但是他们就是不选，能用老掉牙的硬件就用老掉牙的硬件啊，绝不选最新最好的硬件。这点呢，跟国产的影像旗舰比呢，在硬件上已经拉开了差距了。那下面就看看这2个摆烂的家伙谁更烂啊？也许人家并不烂，对吧？那咱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。感光器尺寸两边是差不多大的，原生像素三星更高一些。从实拍的样片上看，两边的色彩风格还是挺接近的啊。不过天空三星看着更艳一些。那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仔细看的话是苹果的解析力更高一些。那毕竟苹果的主摄现在它默认输出的就是2400万像素的照片，三星那边默认是1200万像素的。再看一组默认模式的对比，颜色风格方面确实比较接近，是吧？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依然是苹果的解析力更高。三星有一款 Export RAW 的软件，它的主摄呢，默认状态下拍摄的就是2400万像素照片了。只不过这个软件呢，不是默认设置，也不是自带的，你得单独下载才能用。还有就是用这款软件拍摄，成像速度稍微慢一些。那如果用这款软件的2400万像素照片跟苹果的2400万像素比，会怎么样呢？解析力方面依旧是苹果的表现更好。而且你看画面上方树枝树干的部分，三星这边的成像效果不理想啊。但是三星的主摄强是强在它的2.1像素高清模式，苹果的主摄的高清模式呢是4800万像素的。这个时候解析力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，三星这边的解析力要好很多。再看一眼镜组的光学质量表现怎么样吧，看看边角画质把控程度如何。苹果的边角画质更好啊，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。苹果主摄的镜组光学质量是更高的。
再说超广角镜头啊，有意思了啊！两台手机都在这次换代升级了他们的超广角镜头的硬件，换成了有高像素模式的超广角。但是你们俩为什么不升级中焦、不升级长焦、不升级主摄？是因为不喜欢吗？你们俩就那么爱超广角镜头吗？从实拍样片上看，还是三星的天空更鲜艳一些，地面的颜色差别也是比较大的。你们更喜欢哪边呈现出来的色彩风格呢？喜欢三星的打1，喜欢苹果的打2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从光学分辨率上来说，两边差不多啊，但是画面的观感呢，三星稍强。再看一组实拍对比，颜色风格的差别跟上一组是一样的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从光学上说，两边还是差不多的啊，但是画面的观感呢，还是三星的稍强，看树枝部分就能看出来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两边可以说是谁也甭说谁啊。当然了，他们在这么广的超广角里呢，光学素质就算不错的了。看另一角的表现呢，也是如此啊，两边的表现差不多。再看看高清模式的表现吧，三星是5000万像素的，苹果是4800万像素的。那么在解析力方面，三星的更强啊。再说微距拍摄，这两台手机拍摄微距最好的镜头都是超广角镜头，可以用超广角慢慢接近被摄物体拍，也可以用主摄慢慢接近被摄物体，系统就会切换到超广角，用微距模式来拍。他们也没有比较好的长焦微距啊，虽然说他们的长焦也能凑合拍微距，但是跟超广角比起来呢，还是差一些。说结果吧，从实拍效果上看啊，两台手机对比下来，还是苹果的微距效果更好。再说中长焦的对比，中焦这块三星是有一颗3倍的老掉牙的中焦镜头的，苹果是没有中焦镜头的。长焦镜头呢，两台手机都是5倍的光学镜头，三星这边的5倍呢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苹果那边就是1200万像素的5倍镜头。对比样片，先从2倍数码变焦开始看啊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解析力方面两边差不多。现在是3倍的对比，三星的3倍虽然说是老掉牙的硬件加镜头，但是呢它是光学焦段，苹果的3倍呢还是靠主摄的数码变焦，解析力方面三星的更好啊。虽然说是老掉牙的硬件了啊，但是欺负这种数码变焦呢还是可以的。现在是5倍焦段的对比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啊，解析力方面三星的稍微强一点点。三星的5倍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啊，苹果的5倍呢就是1200万像素，没有高清模式，解析力方面三星的强很多，但是三星画面的观感呢也不怎么好看。那既然5倍的高清模式，三星的比苹果的强，那10倍数码变焦是不是三星的也会更强呢？并不是啊，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差不多，而且某些画面局部的位置是苹果的更强。难道这种情况是个例吗？并不是啊，再比一组还是这样，10倍数码变焦的情况下，两边差不多，反正三星就是不能说比苹果强。那到了30倍数码变焦会怎么样呢？哦，对了，苹果最远的是25倍数码变焦啊。解析力方面两边依旧差不多，而且三星还是有重影。三星 S25 Ultra 从发布到今天，经过了一次系统升级之后，它的超长数码变焦依然还是有重影。再说前摄，先看自拍的表现，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这一代三星在前摄上也加入了少许的美颜，让你的前摄看起来更好看啊，更顺眼一些。而苹果那边的前摄吧，你说我把这个照片拿出去给别人看，谁能看出来我今年才17岁呢？所以苹果的前摄是不是稍微有点问题呢？啊，是不是？不过两组前摄照片的对比啊，三星这边的肤色相对于苹果来说，是不是有些偏黄啊？那苹果那边的肤色，苹果那边，就这么着吧。现在是前摄录像的对比，两边的肤色呢跟刚才前摄也差不多啊，但是防抖清晰度都很好。不过在行走的过程中呢，脸部会突然出现强光照射啊，这个时候三星的表现是比苹果强的，苹果这边过曝更明显。但是前摄的视角呢，我更喜欢苹果的视角，三星的视角有点窄。再看人像的表现，用的就是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。第一个场景呢是阳光直射的场景。从人物面部的表现上说呢，苹果这边啊看着更立体一些，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了。如果仔细看面部的表现呢，还是三星的面部拍得更精致、更好看一些啊。当然了，三星多少是有些美颜的。下一个场景是在阴影中啊，这个场景两边的表现就不好说了。苹果这边的面部呢有些偏黄，三星有些偏蓝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表现呢？其实这个场景呢，矬子里拔将军，我更喜欢苹果的表现。植入扩张度的对比，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它们的表现呢还算是可以的。这个环节之前也介绍过，
植入宽容度的对比呢，看的是手机主摄跟超广角在大光比的环境下亮部跟暗部的表现。亮部要亮得上去，暗部要暗得下来。亮部看的是云层还有树枝跟天空的分界是否自然，暗部看的是暗部的细节呈现，而且暗部不能发虚，也不能偏色。从这几点上说呢，两台手机做的都是挺好的。那这两台手机对比，要选出一个表现更好的话呢，苹果的表现稍微强一点。有些场景暗部它更能暗得下来，暗得下来的同时，它还能保留细节。再说夜景对比，先看城市环境的表现。第一个场景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两边的表现呢都还不错。但是从第二个场景开始呢，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和超广角，它们在亮部的表现上呢就有差别了。只不过这个差别呢，也不用太分出胜负啊，它们还是属于优秀的范围内的。可是到了第三个场景，亮部的表现就有胜负了。三星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亮部的表现都没有苹果的好。再换一个场景，这回主摄的表现是三星的好，亮部两边差不多，暗部苹果有些偏蓝。超广角的表现也是三星的好，亮部呈现的更好。离开喧嚣，来到比较昏暗的场景，现在还是直出的对比啊。主摄的表现两边差不多，细节呈现差不多。超广角的表现，细节呈现是三星的更好。再看长焦夜景的表现，先看2倍数码变焦的效果，就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，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主摄拍的。仔细对比呢，肯定是有区别的，但是它们都是在优秀范围以内的。只不过苹果的鬼影可真是够明显的啊！注意看车玻璃上，3倍的表现，两边也都算是不错的啊。当然，主摄数码变焦的苹果这边鬼影还是很清晰。5倍的表现吧，三星这边就稍微强一点了啊，主要是亮部细节呈现方面，暗部的颜色呢也比苹果的准，苹果还是偏蓝。到了10倍数码变焦，两边的表现都不咋地，亮部、暗部呢两边都有不好的地方。苹果这边的鬼影呢也是很明显，三星的亮部也出现了跟睫毛一样的杂光。反正10倍的表现啊，它俩都不咋地啊。城市灯光的环境看完了，来到了城市比较昏暗的场景，先看3倍的表现。那么解析力方面，三星的更强一点。现在是5倍的表现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。解析力方面，虽然说三星的也不咋地吧，但是就是比苹果的强点儿。随后再看一眼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，虽然说三星的依旧不咋地啊，但还是比苹果的强点儿。下面就是极暗环境的对比了，要打开夜景模式了。主摄的表现细节呈现两边差不多，但是颜色呢，三星的稍好。超广角的表现细节呈现两边差不多，颜色是苹果的稍好。行了，从这个场景开始，三星的表现就算歇菜了。看过前面几期评测的朋友都知道，从这个场景开始，三星的主摄就拍不清楚了，必须手动点击屏幕，它才能拍出一张像样的照片。而苹果这边就是拿起来就拍。那么夜景在极暗环境的表现啊，也不知道三星什么时候能改进一下。树林小路场景也是如此，三星的主摄拿起来就拍就是虚的，必须手动点击屏幕之后，效果还算凑合。最后一个祖传神树 Pro 场景也是如此，三星拿起来就拍，就是拍不过别人，必须手动点击屏幕，而且也是联动测光之后才能拍出一张像样的照片。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也是最接近微信、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。现在是主摄手持走路，没有架子，没有稳定器。咱们也可以看看防抖的表现怎么样。两边的颜色稍微有些区别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？清晰度、防抖两边都非常好。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表现，同样的防抖跟清晰度都很好。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表现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两边防抖、清晰度都很好。就是颜色嘛，你们觉得哪边拍得更好看呢？现在是3倍的对比，虽然说三星的3倍呢是老掉牙的硬件啊，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呢也超过了苹果这边的数码变焦的效果，解析力方面三星的更好。现在是5倍的表现，清晰度、防抖两边都很好。现在三星是20倍，苹果是15倍，都是他们录像最远的数码变焦焦段，两边的效果呢差不多反正在我眼里呢也都不咋地。现在是主摄夜晚的录像表现，清晰度方面我感觉苹果的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啊，但是鬼影也是苹果的更明显。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表现，细节呈现方面是苹果的更好。现在是3倍焦段的录像表现，清晰度三星的更好，因为苹果那边只用主摄的数码变焦啊，其实它的效果也还行了。现在是5倍的录像效果，两边清晰度差不多啊，但是画面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三星这边涂抹感更重，苹果那边噪点更多。
现在三星是20倍数码变焦，苹果是15倍，都是他们录像最远的数码变焦焦段。两边的效果反正都不咋地呀，也都还行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到最后一个环节了，还是开头提到的思考。三星跟苹果在影像硬件上的选择真是太谨慎了，这是谨慎吗？还是单纯的摆烂呢？你不用好的硬件，我也不用啊，尤其是三星，它在工业领域生产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感光器，手机领域给其他品牌提供的感光器也比自己用的好，它自己为什么就是不用呢？难道非要等到其他的品牌给他们俩点教训之后，他俩才知道努力吗？那至于两台手机的造型，也就是工业设计方面，大家更喜欢哪边的造型呢？喜欢三星的打1，喜欢苹果的打2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！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